不用对华限制出口。澳大利亚奶粉巨头破产，为何称原因与中国有关？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自此，澳大利亚国内出现了要用强硬手段回应的声称，其中有议员扬言要停止铁矿石出口，还有议员对中国人在澳洲购买房产、在农业等领域的投资颇有微词。最夸张的是，一位澳政府女议员建议限制对华奶粉出口，要把优质奶产品留在澳大利当地。铁矿石出口是澳大利的命根子，事后证明澳方根本离不开中国市场。在中国海关宣布新的监管政策，简化了铁矿石进口流程之后，澳大利亚企业和政府都感到欢欣鼓舞，并认为对澳洲经济复苏至关重要。限制投资澳大利亚房产和农业领域更是威胁不到中方，因为这并不影响到两国外贸的大局。最令人意外的就是对华奶粉出口问题，还没等澳官方采取行动，澳大利亚最大的有机奶粉出口商自己先破产了，原因竟然是疫情期中国出口量不足造成的。据澳华财经在线最新报道，澳大利亚维州最大的有机牛奶生产商 ODFA 宣布破产，进入了资源托管阶段。这家澳大利公司将此次陷入破产的原因归咎于疫情的影响以及对华出口的减少。更坏的消息是，仅维多利亚州当地自3月23号以来，就有130家企业进入了资源托管或清算阶段，说明疫情冲击下，澳大利亚企业进入了一个破产的高潮期。据媒体报道，澳洲女议员保利娜·汉森表示，在遭到关税打击后，澳大利亚可以采取婴儿配方奶粉的对华出口限制措施来扳回一局。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人普遍认为应该支持这位女议员的决定。有媒体对该建议组织了投票，竟然有 93% 的澳大利亚人支持奶粉不对华出口的建议。然而，这一滑稽言论还是引发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因为中国奶粉进口选择实在太多了，包括新西兰、德国、荷兰等国都等着抢占市场，而且国产奶粉企业也已经获得了民众的信任，反而是澳大利亚乳制品出口离不开中国市场。事实上，澳大利亚生产的奶制品严重过剩，大多部分都会出口，根本不存在这位女议员所说的还有内需需要满足的情况。据统计，在2019年，澳大利乳制品总出口超过32亿澳元，对华出口约占总量的30%。失去中国市场就会让很多澳奶制品企业破产。